Poetic 发布了一个叫 MetaSystem 的系统，它自动构建并优化了一个推理 harness。这次变化的关键是完全不微调模型，也不访问模型内部。为什么值得现在在意？因为他们用这个 harness 把多款模型在 Live Code Bench Pro LCB Pro 上的成绩普遍拉高了。先交代几个具体数字。GPT 5.5 High 从 89.6 提升到 93.9， Gemini 3.1 Pro 从 78.6 到 90.9。 在 Hard 题上， Gemini 3.1 Pro 从 7.7 跃到 58.3， GPT 5.5 High 的 Hard 类从 50.0 到 75.0， Kimi K 2.6 从 50.0 到 79.9。 先说明对象， LCB Pro 是面向 C++ 的竞赛级评测，它不仅看逻辑正确性，还严格测运行时和内存。评测是自动化测试驱动的， Ground Truth 代码也被 withheld， 这就让 LCB Pro 在实用性上更有说服力。那个 harness 到底是啥？一句话，它是包在模型外面的编排层，它控制怎么提问，分几步问，如何拼接中间结果，以及怎样做执行验证。传统上，这类 harness 由工程师手工设计。Poetic 的亮点是让系统自动生成并递归优化这个 harness。技术原理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改的是推理放在哪一层做，不是改权重，而是把多次调用、分布验证和本地执行变成一个闭环。这个闭环会影响延迟、并发和总体成本3个维度。比如，多次调用提高了通过率，但也增加了每题的平均请求次数和延迟。说点更内行会先盯的信号：第一，平均调用次数是多少；第二，每次调用的 token 消耗和延迟成本是多少。这2个信号决定了做 harness 更划算，还是去微调更划算。为啥它能跨模型迁移？逻辑很直接。Harness 优化的是任务流程和测试驱动的策略，这些策略与模型权重无关，因此可以直接套到别的模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任务都有效。一个重要边界是任务类型。LCB Pro 是 C++， 有可执行的测试和运行内存约束。这种场景本身就适合用分布生成加编译执行加反馈修正的方法。如果任务是自由文本生成或长对话记忆，收益可能很有限。证据线索也要看细节，不只看最高分。注意看 hard 题的提升幅度，这说明多步验证和测试驱动策略放大了模型在复杂逻辑上的实际能力。但你更要看的是端到端通过率、平均起求数和总成本3项联合指标。实务上该怎么先试一把？给你一个可执行的3步法。第一步，挑8到12个你产品里代表性的、有可执行判定的编程题。第二步，做一个最小化 harness， 把一次性生成改成分步提问，每步本地编译、运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做2次修正。第三步，用3项指标比对 end-to-end 合格率、平均起求次数与端到端延迟成本，并记录并发影响。在实验里有2类关键数据你不能忽视，一是每题平均需要多少次模型挑用，二是每次挑用的延迟和 token 成本。如果2者合计的成本低于微调的时间和金钱，就先做 harness， 还要把工程风险写入评估表。多次挑用会带来更高的并发压力，还可能导致延迟抖动与成本突增，这需要在部署端做好缓存、排队和资源隔离策略。一个容易的误解是把更便宜或更快理解成全面更强。现实是，很多方案只是把适用边界重新画了一遍。Harness 优化搬动的是部署边界，而不是模型的长期学习能力。对模型选型和部署的可复用判断是这样的：
当你的工作负载既需要高逻辑复杂度，又受运行内存约束时，先做 harness 通常更快，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当任务需要长期记忆或训练分布严重不匹配时，微调或定制训练可能更合适。最后给出一个立刻可以做的第一步清单，列出你最在意的3个约束：延迟、硬件门槛、成本。用这3项把 baseline 一次性生成和 harness 流进行 A/B， 记录通过率、平均请求数、并发影响与总体成本。这条新闻真正该看的不是单个跑分，更重要的是部署边界有没有被往前推。在你们的产品里，哪个任务更可能先从外围 harness 优化获益，而不是从微调获益？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做评论：你最关心的3个约束是哪3个？